这一期我们介绍一下软件结构里面的数据单元。我们主要介绍一下结构体、枚举、别名和这个联合体。这个什么是数据单元呢？数据单元顾名思义，它就是这个数据的一个组合单元。Data Unit Type 是用来声明用户特定的一个数据类型。那么UDT 主要包括4个以下的内容，主要是结构体、枚举体、联合体和别名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软件里面。我们左键单击应用，右键添加对象，这里有一个 UDT， 我们点击进入，这里有4个选项，分别是结构体、枚举体、别名和联合。我们可以点击任意一项添加，我们可以选择任意一项添加。结构体，这是一个结构体的一个声明语法。用户变量，用户变量是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主要写在这个结构体之间，也就是 struct 和 end struct 中间，可以定义一个用户的一个变量。结构体的使用，首先是定义结构体成员，然后呢要实例化结构体变量，需要在程序里面进行实例化，否则在程序里面是无法使用结构体变量的。最后就可以使用结构体了。下面我们通过软件进行一个实操。左键单击应用，右键单击，选择添加对象，单击 UDT， 左键单击 UDT， 我们选择结构，我们给结构取一个名称 structure 1。我们建立结构体1，左键单击打开。我们可以在 struct 和 end struct 中间定义用户变量。我们开始定义用户变量。我们定义了一个布尔型的变量。根据匈牙利命名法，布尔型的变量需要在变量名的首位字母应该是 B， 就代表是布尔量。我们定义第2个变量 int 型的变量。根据匈牙利命名法 ，int 型的变量我们应该将首位字母改为 i， 代表的是 int。我们开始定义第2个变量。我们开始定义第3个变量。第4个变量。
我们的用户变量定义完成。定义完成之后，我们需要在程序里面进行一个实例化，也就是第二步。这个结构体的名称为 struct1，我们可以另外在程序里面取一个名称，也就是我们随便取一个名称吧 ，PLC program 杠 struct1。进行一个实例化，这里的名称需要跟这里的名称是一致的。我们实例化完成，就可以在程序之中应用结构体一的成员 ，Ctrl+C 复制，粘贴，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它的成员进行一个调用了。比如我们用这个等于20，由于我们没有将电脑连接到 PLC15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仿真模式，打开仿真，编译工程没有报错，左键单击登录到，将程序下载到编译器中，开启，我们就可以看到20已经写到了结构体一中的变量2里面。扩展结构体的扩展，结构体可以扩展其他的结构体，可以承接利用其他结构体的变量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里再建一个结构体 ，dut 结构体，我们选择名称为 struct，我们选择建立结构体2，然后我们选择扩展，这里的扩展是结构体1，我们选择扩展结构体1，选择扩展完之后呢，结构体2就可以利用结构体1里面的变量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多了一个 extend， 我们在结构体2里面创造变量。list1 定义一个布尔量，选择 int， uint 型。我们对结构体2进行一个实例化。对结构体2进行实例化。
对结构体2中的变量进行调用。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这里结构体2里面不但有5、6、7这3个变量，而且还有1、2、3这几个变量。所有的这些变量都是结构体1里边的。结构体2对结构体1的变量进行了一个复用和扩展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了一个扩展应用。230是通过结构体2扩展到结构体1 ，234就写到了变量3里面。结构体的介绍完成。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枚举体。枚举体的功能就是将数字，一般情况下枚举体的功能就是将数字和字符进行一个联系。通过数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字符，通过字符我们可以联系到数字。枚举体的这个成员声明成员是在这个 type 和 end type 中间。枚举体的一个数据是有一定要求的。那枚举体的数据呢，一般呢需要采用这个 basic data type。basic data type 就是一般采用基本数据类型，包括 int、uint、sint 之类这些数据类型，支持这些数据类型。下面我们通过这个软件进行一个介绍。我们添加 dut， 选择枚举，选择打开。我们将子行原始的这个删除。我们建立自己的一个枚举体。我们重新定义一个名称吧，删除。添加对象枚举，我们给它起一个名称枚举。打开。我们第4个成员分别是联成科技的 PLC 型号吧 ，EC300 CPU、EC300 PLC。300 CPU， 第一个300吧。EC400 PLC MC600 PLC AC DL100 DL100 IO。
运动控制型 PLC。我们一定要遵守它的因为变量定义的语法规范，进行一个编译。OK， 无报错，说明我们的枚举体建立成功。将枚举体的名称进行一个复制，在程序中进行一个实例化，需要对枚举体进行一个实例化。枚举体实例化 ，OK， 可以对枚举体进行实例化。枚举体实例化完成。枚举体实例化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用户程序里面对枚举体进行一个调用。我们在此建立两个辅助变量。枚举体等于300吧。600。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。进行赋值。我们将300写到了这个枚举体中，枚举体就会显示300 PLC。我们将600写入到枚举体中，枚举体就会显示一个 MC600 DAC。这样我们就把数据和字符串进行了一个连接。当我们写入400的时候，枚举体就会显示 EC 400 PLC。
枚具体介绍完成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别名。别名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别名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一个名称，那将一个基础的数据类型一个功能块名称进行一个命名。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程序里面，或者是在其他功能块里面，利用我们定义好的这个名称，我们想要定义的名称和我们喜欢的这个名称。下面我们通过这个软件进行一个实操介绍。别名，这里点击基础类型，可以点击输入助手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么多的一个数据类型。我们以字符串为例，点击打开。那么这个 DUT 就是我们给这个字符串命名的一个名称。比如说我们想给别名起一个我们喜欢的名称 ，LeCourse 连成 LeCourse。我们可以给字符串进行定义一个长度，80个字符。我们可以在程序里面利用这个 LeCourse，那么这个 LeCourse 就相当于一个80，这个 LeCourse 现在就被定义为一个长度为80个字符的字符串。对别名进行一个实例化。LeCourse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数组。LeCourse PLC is 工业控制器 controller。
编译无报错啊。这样我们就将 Liquors is a industrial controller 写到了 PLC Logical PLC 程序的这个 Liquors 这个别名里面。我们再建立一个程序，比如我们再建立一个程序，我们在这个程序里面对别名 Liquors 进行一个实例化，我们也是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进行使用的。我们使用 ST 语言，我们进行一个复制，然后在程序 POU 里面进行一个实例化。这样我们可以在程序 POU 里面也是可以同样拥有 Liquors 这个别名，往这个字符串80个字符长度的8视窗里面，字符串里面写字数。需要将 POU 调用到 Task 里面，程序才会运行。点击启动，这样字符串就被写到了别名定义里面。别名介绍完成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联合体。联合体的结构和结构体的差不多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结构体的一个语法声明的结构，这是联合体的声明结构。其实两者的结构差不多，但是联合体的这个声明变量使用的是相同的存储区，所有的变量使用的是相同的存储区，但是结构体的变量使用的是不同的存储区。下面我们通过软件来实操一下。我们点击添加 DUT 联合，给联合体起一个名称。点击打开，我们在联合体内部声明变量。byte 定义一个 byte 的变量，定义一个 word 的变量。我们在枚举体里面定义了2个变量，那么这2个变量其实使用的是相同的一个存储区，我们对这个变量进行赋值，那么这个变量也会跟着变化。相反的，我们对变量2进行一个赋值，那么变量1也会跟着相应的变化。我们下面在程序里面进行一个演示。
，Ctrl+C 复制名称，进行一个实例化。联合体实例化，我们建立一个辅助变量，我们对联合体的变量一进行赋值。这是联合体的变量2，将联合体的变量2赋值给中间变量。那么我们将200赋值到了联合体的变量1，由于变量1和变量2采用的是相同的存储区，那么这个变量也就会等于200。登录到，将程序下载到缓增器中，点击运行。OK，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变量等于200，它是什么原理呢？因为这两个变量使用的是相同的存储区，所以对 list1 进行一个赋值的话呢 ，list2 也会进行一个相应的变化。相同的，对 list2 进行变量的赋值，那么 list1 就会跟着相应的变化。联合体介绍完成。